Tigler 的设备呢，我们已经评测过很多了，几乎每一个都是令人非常的喜欢。无论是从他们的产品包装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精美的木盒子，到产品本身的品质和最后出来的音色，都给人一种特别高端而且能够信任的感觉。那他们刚刚推出了自己新的500系列的 VCA 压缩，也就是今天我要带你一起来看的这个 Myth VCA。大家好，我是 Alex。在收到 Tigler 这个500系列之前，我还在猜这么小的设备会不会也配一个小木盒子。结果到了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太可爱了。他们的500系列有自己定制的一个小1号的木盒子。我相信你在我之前的开箱视频里面应该能看到，这个包装精美的像一个礼物一样。而且昨天晚上在我群里还聊起来说，所有 Tigler 的设备打开箱子都是一股香味儿，不知道他们用的是哪个品牌的什么样的香水啊之类的，所有的设备都是一个味道，非常的用心。那这一次呢，是我们频道第一次来评测500系列的产品，在未来的话，我可能会专门做一期视频来普及500系列设备的知识。对于不太了解的朋友呢，其实500系列就是一个小号体积一些的硬件的效果器，放在500系列统一的电源盒和通道盒里边。优点呢，就是比普通的机架的版本一般来说会便宜一些，同时呢体积非常的小，插进去就可以用，即插即用。但是呢你需要比较纤细一些的手指去操作，因为每一个模块的界面有限，所以呢会显得稍微局促一些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Tigler 的这个 Myth VCA。 在这儿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一共有4个通道条了，有它的 Vocal Leveler， 有 EQ， 这个2个我们以后再去讲。我们今天主要看它们 Myth VCA 500。绝大多数情况下呢，我们用 VCA 压缩都是用的总线或者用作立体声音轨的处理，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一对儿。那在你安装进这个盒子之前呢，它上面是有一个桥接器的，你可以把这2个东西连在一起，这样的话它下面的这个 link 的功能你就可以去用起来。这样你可以把2个连接在一起，同时操作，只需要动一边的就可以控制2个立体声通道的，完全连接在一起，不会出现声像的漂移的问题。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它的功能。这个 VCA 的压缩我们其实都看的太多了，如果你关注我的频道的话，你对 VCA 的压缩应该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。 VCA 压缩本身应该是一个非常干净清晰的一个总线压缩， Gain Reduction 增益减少的表，然后呢这边是阈值。500系列啊，这每一个钮都很小。启动时间从 0.1 到30，这是毫秒。然后呢比例2、4、10，非常忠实的参考了 SSL 的 VCA Bus Compressor 的这个比例。释放时间从 0.1 到 1.4， 下面有个小波档叫 Auto， 就是自动，你抬上去以后它就变成自动的释放的时间，这个跟经典的 Bus Compressor 是一样的。然后呢它有2段的低频的侧链，分别是60赫兹和120赫兹，可以帮助你放出更多的低频的力量，减少对低频的压缩感。那在下面呢是增益补偿，最下面有一个按钮呢是，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个字的话，写着 In、Bypass 和 Link。 那 In 呢无非就是启用这个设备， Bypass 呢就是旁通，但是 Link 呢，如果你把它们2个都拨到下面来，你只需要靠左边的这个就可以控制它们2个同时工作。这样的话你的左右压缩步骤是完全一致的，你可以不用右边的这个。但是呢这个地方要提醒的是，如果你做旁通的时候，你需要2个都旁通，不然的话你把左边旁通以后，右边还会单独独立去工作，所以这个操作的时候需要去注意。此外呢还要补充的一点是，它所有的按钮都是步进式的，你可以有这种它一格一格的感觉，所以在你想匹配2个设备之间的设置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容易的。同时呢在你做硬件召回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容易的。功能呢就是这些。 VCA 压缩本身对我们来说就已经太熟悉了，非常非常清楚它们是什么样子，所以我们多听一些音色来感觉一下这个东西给我们带来的色彩。首先呢用 VCA 压缩我肯定会想到去用我最喜欢的设置10:1，启动时间差不多在10毫秒，释放的时间在 0.3 左右，然后全段压缩，不用自动的释放，做一些增益补偿。我现在把这2个完全连在一起，它们俩是完全工作的，所以我只要调左边这个就可以了。注意看上面的增益的表，没有的。放进去。
这个时候我可以用它的侧链把它的低频更多再放出来。我们先来对比一下，没有的。你会觉得低频的张力会多一些。这时候如果把它放到60、120，没有的。对，它可以帮助你去把你的声音变得更有律动，同时呢，把你的低频突出出来。你在用120的低切的时候，你甚至基本上就可以用它去压你的整个的中低频以上所有的频段，甚至你可以尝试去把它压得更多一些。把你的除了低频的那部分的声音的细节更多带出来一些。没有的。会让你声音增加一些张力。我们接下来再听一些别的风格的，咱们先把它放在一个鼓上。记住 VCA 压鼓组其实是很好用的，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夸张的压缩的比例，然后一会儿我们来调启动时间、释放时间，我们先放到几乎最快。我们来试一试，没有的。当你慢慢把启动时间掐过去的时候，你会让这个压缩的感觉更多，因为它特别快会触发你的压缩，同时很快的又释放，会给你那种很 pumping 的感觉。现在我们都是4:1，平 bypass 以后，你会觉得鼓更像是一个特别直白、简单的感觉。当你觉得鼓太裂的太多的时候，把释放时间稍微调回了一些。对，非常非常的标准的那种 VCA 的声音。Tigler 的 VCA 的压缩更多的是偏向干净的风格，包括他们的 Cream 也是一样，会给你一些色彩晕染，但是听起来更像 Hi-Fi 一点点的那种声音，并不是很脏的那种感觉。当然了 ，VCA 压缩呢，不仅仅用这种10:1或者高比例或者强压缩的，你仍然可以用它去做特别简单的、有效的、轻微的 tone shaping， 就是帮助你把整个声音慢慢的抹平一些。我们呢来听2个东西，一个是我们之前已经听过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温柔一些的风格，这个地方就可以用2比，非常慢的启动时间，相对来说比较快的释放的时间。它会给你声音增加那么一点点的压缩感，让你整个声音的生长互相之间离得稍微近一点。
我现在试着把左右调的非常接近，但是不太一样，我们试一试不连接的模式。你会觉得放到了不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声音马上声场会打开。我接下来来切换连接和不连接，你对比一下，看看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。所以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用2个独立的，完全的是 dual mono 的那种处理器，它会给你很多那种空间感上的增加、提升。左右呢，尤其是你左右声音完全不一样的时候，你会有很多的这种立体声的感觉。当然了，要注意你的低频不要被干扰到。那我们在后面再听一个，咱们今天多听几个东西。这个也是左右不太一样的音乐。一个琴在偏左，另外一个在右边。现在是连在一起的。没有的。你如果仔细听贝斯和鼓和其他音乐之间的关系的话，你把这个压缩开开以后，所有东西都会离得近一点。如果你希望能够压缩的更明显一些的话，直接把它放到高比例，降低阈值，提高阈值，那它就差不多压1-2个dB就可以了。现在我把它放到自动的释放，它的自动释放相对而比较安全，要比较慢、比较缓的那种，比较适合那种慢一些、控制一些的声音。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基本上你可以期待一个很高品质的 VCA 压缩可以给你的。我们最后再听一个稍微带人声一些的歌曲，来感觉一些它能给我们带来的色彩。我们现在这个是比较慢的歌，我们现在放到2:1，阈值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放到10毫秒的启动时间。我不是很喜欢用自动，我觉得自动有的时候会限制一些情绪的表达，然后用全段的压缩，听一下。I've been cynical, oh so cynical. Never thought somebody could save me 放进去 from another fall, from another scar. But I'm all healed up, standing steady. 对比一下 I couldn't see colors, it was all in gray till you showed me every shade. Now I feel like summer on a rainy day, like there's nothing left in my way. So if I ever lose my mind, 你就觉得整个音乐就被压起来。And if my world comes crashing down, I'll be fine, 'cause you're my silver lining. Yeah, you shine like a ray 放开一点点 of light. Cutting darkness out of my life.
我现在把它放到10:1，你 I'm 可以 alright 感觉到声音 again 音 like 量 a 变大一些， child 好像更放开一些。 again. Now the universe is a wonder. I don't care where we go, don't care what we do, as long as you're with me and I'm with you. I couldn't see colors, it was all in gray, till you showed me every shade. Now I feel like summer on a rainy day, like there's nothing left in my way. So if I ever lose my mind, 非常非常标准的 VC 的那种 glue 的感觉，同时能够帮助你去特别有效的去打磨你的音乐。很多人用 VC 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觉得好像用了以后不是特别明显，因为不像什么176直接哐哐哐就给你压得特别的夸张。但是总线音乐的时候，你需要做的往往就是上面那几个 dB 的调整，或者是靠你的底鼓其他的节奏去带动你整个的律动。那 Tigler 这个 VC500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又小的一个体积，对于很多用500系列的朋友来说，应该是相当熟悉的这种模式。但是基本就把一个非常高品质的 VCA 的模块加载在了一个这种小的格式里边，我觉得听起来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就是你可以去期待的 VCA， 尤其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的干净清晰的 VCA 带给你的声音。所以呢，希望这期节目呢能给大家一些参考。对 Tigler 的 Miss VCA 500系列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了解一下。如果你没有开始用500系列的话，而且你又空间有限、预算有限的话，也许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格式，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些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支持，咱们下次再见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拜拜。